沈婉宁，这地毯那么贵，你妈那一脚下去，我半年的物业费就没了，还不快让她脱了那双破鞋！我拼命工作10年，买下这套房子，本想接我妈来享福，可在我老公和他全家眼里，我妈只是一个会弄脏地板的脏东西。既然他们嫌我妈脏，那这套房大家都别住了。妈，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也不让我去车站接你。我自己顺着地铁就摸过来了。你上班忙，不想给你添麻烦。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这好端端的一尘不染的家，这才刚入住几天，就招来你，把地搞得脏得要死。亲家母，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坐了30多个小时的车，一路上太着急，可能是我身上掉的头发，我这就剪，我用手剪干净。妈，你手里拿着什么？一股怪味儿。明宇，我上次看你发朋友圈说喜欢吃土鸡蛋，我才特意带过来的，这些都是好鸡下的。哎呀，我的鸡蛋，这可是我攒了2个月一只只挑出来的呀！那能一样吗？上次的土鸡蛋是我领导送的，我发朋友圈那是给大领导看的，人家领导送的土鸡蛋那是高档礼盒，摆在柜子里高大上。以后这种东西少往我家里带，一股子味儿，闻着我就反胃。嫂子，你妈这么跑过来，她该不会是想在咱们家过夜吧？过什么夜？客房是我宝贝闺女和糖糖睡的，床铺要是被她这粗衣服给做起毛了，你赔得起啊？家里哪有她睡的地方？老婆，你看，我妹妹跟我小侄女最近要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家里确实没地方腾挪。这样，咱们小区门口不是有个旅馆吗？一晚上才60块钱，挺划算的，就让你妈去那儿将就一晚吧。这100块我出，剩下的算是我请妈吃早饭了。周明宇，你当初连房租都付不起，像条哈巴狗一样求着搬进来的时候，说会把我妈当亲妈孝顺。现在你拿着我出全款买的豪宅要赶我妈出门，拿着啊，还嫌钱少？我这可是为了你妈好。今天我妈哪儿也不去，她就住在这儿。婉宁，不是当妈的说你，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轴呢？满打满算就3间房，我女儿带着孩子那是来投奔亲人的，那是正事儿。你妈呢，拎个破蛇皮袋非要往这儿挤，她在这儿，糖糖睡哪儿？妈，您是不是选择性失忆？客房是我昨天特意请假，跪在地上一寸一寸擦干净，亲手铺了真丝被褥留给我妈睡的。是你趁我不在家不打招呼就让你女儿搬进来抢了我妈的房间，现在你反倒跟我说，我这个出全款买房的房主没权利让我妈住一晚。老婆，你消停会儿，我妹她日子过得苦，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老公那个脾气，动不动就摔锅砸碗的，她没地方投奔，只能带着孩子找咱妈呀。就是啊，我那女儿命苦，没像你这么见个好老公。咱们身为娘家人，不该多帮衬帮衬，不像亲家母在老家住的长，又是闲着没事特意过来看女儿的，完全没必要留宿在这儿受罪呀。为了帮衬你女儿，就要糟蹋我给我妈准备的东西。那新床单被尿了一床，新拖鞋穿在你女儿脚上。你们说好的几义屋，就是把我妈赶出门。老婆，那些东西回头我都给你买新的，保证让你妈住得舒心。但今天确实没地方，我那100块钱都掏了，60块的小旅馆也干净，你非要在这儿闹得大家脸上都没光吗？婉宁，算妈求你了，别说了，别因为妈让你在婆家过不下去，妈去住小旅馆，那儿有热水，挺好的，真的没关系的。那旅馆瞧着挺亮畅，真是对不住了，亲家，给你们这就走，你们小两口千万别为了我吵架伤了和气。妈，你别走！没事，傻孩子，妈住哪儿都一样，旅馆挺好的，清静。我不怕难做，妈，我不怕。可妈怕呀，妈怕你为了我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偷偷的哭，怕你哭完了第2天醒来跟他们吵得不可开交。可要是让你因为我家中间左右为难受委屈，妈宁这辈子都没来过这一趟。妈走了啊，你快回去吧，外面风大冷。周明宇，这都是你们逼我的。婉宁，明宇不是说这里有60块的小旅馆吗？你怎么带我来这里呀？这里装修的像皇宫一样，肯定很贵吧？妈，你闺女现在有能力了，能赚大钱了，你就让我好好孝敬你一回，行吗？那你今晚好好休息，什么都别想，明天我来接你出去，咱们好好逛逛，吃大餐，买新衣服。不用，明天你还要上班呢，我明天一早坐第1班火车就回去了，可不能再影响你了。妈，我已经请好假了，明天除了陪你，我还有些私事也要处理。你该不会还要去跟明宇他们吵架吧？你可千万别冲动。放心吧妈，我不跟他们吵，对付那种人，吵架是最没用的。你今晚安心睡个好觉。张经理，帮我调取一下今晚我家门口走廊的监控，对，保存好，我随时要用。
中介吗？我家那套千万豪宅现在挂牌急售，价格多低都无所谓，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全款，而且买家脾气越暴躁越好。对，今晚就上架。哥，你也太厉害了，拿100块就打发了。你是没看到刚才沈婉宁那敢怒不敢言的窝囊样，笑死我了。那是沈婉宁就是个死心眼，只要我稍微哄哄她，再拿一家人压压她，她连个屁都不敢放。就是，你可得抓紧时间把这房子的名字改成你的，只要加上你的名字，以后这房子就是咱们的了，直接把它扫地出门。对，到时候把那个没用的客房改成我的专属衣帽间。图谋我的房子，好啊，那我就送你们一份升天大礼包。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才我们在开玩笑呢。刚到门外啊，怎么了？大家这么紧张？我还以为你要在外面跟你妈待一晚上呢。怎么想通了，又跑回来认错了？婉宁啊，不是我说你，你今晚的态度太伤明宇的心了。你要是真知道错了，就赶紧拿2万块钱出来。妈，刚才是我不对，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我想过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应该互相包容。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特意订了明天一早飞内蒙古的头等舱机票，外加1个半月的豪华游旅行团套餐，费用我已经全部结清了。我去，头等舱豪华游，嫂子，你这是中彩票了！哎呀，我就说婉宁是个懂事的孩子嘛，内蒙好啊，我早就想去大草原了。老婆，让你破费了，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的，一家人嘛。老公，你最近工作辛苦，妈带孩子也累了，你们好好去放松半个月，想买什么尽管刷我的附属卡，千万别省钱。妈，听见没？随便刷，尽情笑吧，尽情挥霍吧，飞得越高，等你们从内蒙回来就会发现你们已经无家可归了。沈小姐，我们已经按您的要求找到了合适的买家，全款今天就能定，您看什么时候有时间面谈？我现在就有时间，你们带人来我家吧。龙哥，您看这套房南北通透，全新精装，本来要500万，现在房主急售只要350万。房子不错，不过脾气暴，最讨厌麻烦。这房子产权干净吗？这是我的婚前个人全款，没有任何纠纷。不过过半个月可能会有几个骗子来闹事，声称是这房子的主人。骗子！我混了这么多年，还没人敢在我地盘上撒野。他们要是敢来，我打断他们的腿。爽快，成交。沈小姐，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陈先生，这房子的钥匙现在就是你的了。婉宁，你这是怎么把箱子也搬来了？妈，我把房子卖了。卖了？你这孩子当初买这房的时候，不是说这是你在这城里的根吗？那你以后住哪儿啊？你以后怎么办啊？妈，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回老家陪陪你吗？这次我跟你一起回家，好不好？我曾以为高楼大厦才是我该给你拼下的荣光，却忘了你想要的只是我像小时候那样陪在你身边。咱们回家。不急，回家之前我可得带你好好逛一逛。你就这样跟我回去了，明宇那边你怎么交代啊？妈，从今天起，他们那边的事儿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婉宁，你在哪儿？快回来，家里出大事了！怎么了？家里好好的，能出什么事儿？好，根本好不了一点儿。你在哪儿？快点回来！这事儿除了你，谁都解决不了。电话里说不清楚，你快回来！再不回来要出人命。那你就报警吧。谁打来的电话呀？骚扰电话，不用搭理。来了来了，谁呀？这是砸这么大声？你们怎么来了？婉宁，你快跟我们回去啊！回去做什么？咱们家的房子被人占了，你快回去把房子抢回来呀！咱们家的房子？对呀，就是咱们住了3年的房子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个男人，说房子是他的，二话不说就把我们扔出来了。嫂子，那人太凶了。婉宁，那房子可是咱们一家人的根啊！房子没了，咱们一家人还怎么活？你快点跟我们回去，把房子要回来。那房子不是你们的吗？你们自己去要啊。婉宁，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那房子是在你名下的啊，你可是房主啊，当然得你去要。哦，原来你们也知道我才是房主啊。婉宁，现在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那房子是咱们家的，不分你我。你赶紧拿上房产证，回去跟那个人说清楚。说清楚什么？
说清楚房子是你的，你拿出房产证证明你是户主，那男的不就得乖乖滚蛋？房产证，房产证，你们说的是这个吗？已过户，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把房子卖了，现在那套房子已经不姓沈了。你把房子卖了？对，谁让你卖房子的？谁允许了？你刚刚不是说了吗？那房子是我的，我想卖就卖，还需要谁的允许？你竟然把我们的房子给卖了，钱呢？卖房子的钱在哪儿？给我吐出来！你干什么？这是我闺女的家，你们这群畜生给我滚出去！我这辈子胆小懦弱的妈妈，在面对这群恶狼时，竟毫不犹豫地替我挡下了所有的风雨。你凭什么糟蹋我闺女的饭？你给我闺女道歉，快道歉！小时候我妈就是这样，她可以为了生活向所有人低头，却唯独不能看我受半点委屈。她用那单薄的像纸片一样的肩膀，替我扛起了一片天。周明宇，我闺女嫁给你3年，受的罪够多了。今天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汗毛，我这把老骨头就跟你们拼了！现在她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弯了，可她还是会在我有危险的时候变回那个无所不能的超人，替我挡下所有的风雨。沈婉宁，你长本事了！周明宇，你们永远不会懂，这就是我妈，这世上唯一一个甘愿为我舍命、真心对我好的人。接下来的事儿，交给我就好。沈婉宁，你故意买机票让我们出去旅游，就是为了把我们支开，好趁机卖房。没错，我们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这么恶毒的算计我们？算计？周明宇，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你就叫唤我算计？你们一家子吸血鬼的嘴脸，自己不觉得恶心吗？嫂子，你不能这么绝情啊！我们可是一家人啊！别以为我不知道，在你们眼里，我沈婉宁从来不是什么儿媳嫂子，我只是一个需要被你们调教、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赚钱工具人，对吗？你们不是还盘算着等旅游回来要把我的房子和我的钱彻底据为己有吗？你都听到了？不然呢？你都听到了？不然呢？不然呢？周明宇，这3年我自问对得起你们周家。你妈住进来没跟我打过一个招呼，我当她是长辈，没说过一个不字。你妹隔3差5带着孩子来蹭住，一住就是几个月，把我的客房当成他们的垃圾处，我也忍了。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把算盘打到我妈头上。我妈来1天，你们就要赶她去住旅馆，她带来的东西你们嫌脏扔进垃圾桶，你们一家人住我的花我的，还得寸进尺欺负我妈。现在这结局是你们自找的，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你们所谓的对我好，就是无底线的索取和压榨。现在带着你们的白日梦给我滚！沈婉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这3年我们周家对你还不够好吗？供你吃供你住，明云哪回没把你带出去见人？你竟然就因为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把我们的根给卖了，你还有没有良心？对我好？妈，你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这3年你们周家对我到底哪里好了？我每天下班回来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可我进家门看到的是什么？是你捡回来的发臭的废纸壳，是铺满一地的零食渣子。我要像个老妈子一样跟在你们屁股后面打扫那些恶心的垃圾。这就是你口中的对我好？你女儿来了，我不仅要让出房间，还要像伺候祖宗一样伺候她。你们全家人坐着看电视，我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去年我发高烧到39度，整个人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你们谁关心过我一句？你忙着带你妈去逛公园，你妈忙着给你妹煮排骨汤，我渴得嗓子冒烟，求你给我倒杯水，你竟然嫌我生病晦气，让我自己去厨房倒。既然你们这么讲究尊严，那以后就守着你们那点廉价的自尊过日子吧。沈婉宁，你给我开门！你这个黑心肝的毒妇，你竟敢卖了咱们的命根子！你等着，你不得好死的！你把钱交出来，否则我们这辈子后悔。我这辈子唯一后悔的事，就是没在3年届进门的那一天，就把你们这群吸血鬼扫地出门。看来陈大哥收房收得很热闹啊。怎么回事？锁坏了？快点磨磨蹭蹭的！你谁呀？怎么在我家？滚出我家！看清楚，这房子我刚全款买的，350万，你算哪根葱？怎么可能？我在这住了3年了，怎么就成了你家了？假的，肯定是沈婉宁勾结你造假！报警！明玉，快报警！沈婉宁女士确实已于昨日完成过户，手续合法。这房子现在的归属人是陈先生，请你们带上随身物品立即离开，否则视为非法闯入。竟
警了！我要告你故意伤害。报啊！我这儿有监控，是你们先暴力闯入，还拦截房主，看看谁先吃牢饭。周明宇，这3年，你们住着我的房，嫌我妈脏，现在那房子干净了，可你们没家了。婉宁，尝尝这枣，隔壁王大妈送来的，说是自家树上的，甜得很。妈，你也坐下歇会儿。回了老家，您怎么还总是不让自己闲着？习惯了，以前在城里总觉得手脚没处放，生怕踩脏了地板，或是掉根头发让你婆婆不痛快。妈，以后不用再看任何的脸色了。我倒没什么，就是心疼你，这些年过得比我在乡下干农活还累。妈，我那时候真是挺傻的。婉宁，这汤里盐放多了吧？你想咸死我呀？妈，我是按照您平时的口味放的。嫂子别顶嘴，嫂子别顶嘴，咱家讲究养生，淡点好。哎，我那件真丝睡衣你洗了吗？那得手洗，不能拧。婉宁，吃完饭把客厅也拖了。糖糖刚才在那玩泥巴，弄得脏死了。我还没吃饭。你又不干重活，晚点吃怎么了？我们一会儿还要看电视呢，你在这忙活，挡着光。在那房里，我连呼吸都要看他们的心情。他们住着我的房，花着我的钱，欺负我的妈，还觉得那是天经地义。都过去了，婉宁。是啊，过去了。现在轮到他们的报应来了。哎呦，疼！还是不接，他居然敢不接！再打啊！这破旅馆我1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刚才还有蟑螂爬过我的脚。明宇，你求求他，跟他说，只要他分咱们点卖房子的钱，以前的事儿咱们都不计较了。妈，我知道，我也在想办法。又是骚扰电话。没必要接。借，亏他想得出来。回了吗？他分咱们多少？没有，没回，他连看都没看。他这是有的命啊！他连看都没看。他这是有的命啊！明宇，你别跟他客气了，骂死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沈婉宁，是你逼我的。报应，我的报应就是现在能坐在这里安静的看书。别以为你能躲得掉，我知道你住在哪儿，你给我等着。哟，老苏，婉宁又去买菜啊？是啊，婉宁说晚上想吃我做的红烧肉。婉宁这闺女真是有出息，给家里盖这么漂亮的房，全村都羡慕坏了。哎呦，王大妈这话说的，下次有空来家里坐坐。妈，咱们快走，别让肉不新鲜了。喂，我说你们3个房费还没交呢，说好的1天1交，这都过期3个钟头。大姐，再宽限几个小时，我老婆一会儿就把钱转过来了。老婆，刚才我还听见你在屋里骂人家是贱人，没钱就赶紧滚，别耽误我做生意。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我们可是城里人，城里人住我这60块的通铺，滚滚！哥，你看看咱们现在成什么样了！哥，你看看咱们现在成什么样了，都是因为那个沈婉宁。沈婉宁，你听到了吗？我们要被赶出去了，你真的要看着我们这样吗？共有财产，这3年我的银行流水、装修发票，还有那一堆生活开销，我可都存着呢。周明宇，你以为报警就能拿回钱？不过是在帮我加速你的死期。明宇，咱们明天就回去，我就不信没个讲理的地方。对，就说他骗婚骗财，我要让他把卖房子的钱1分不少的吐出来。不仅要钱，还要让他赔偿咱们这些天的损失费。沈婉宁，你会后悔的。快，别让他跑了！果然还是来了，动作倒是比我想象中要快。婉宁，你听外面好像是周明宇的声音，还带了好多人，出什么事了？妈，别怕，你就在屋里待着，外面不管发生什么都别出来。可听那动静，是不是出大乱子了？不是老苏家的晚星吗？你瞧那男的哭天抹泪的，说是被骗了房子，真没看出来呀。就是他！你们快看，这个恶毒的女人出来了！大家伙快来看看呀！这个女人骗婚了，她骗了我们家整整3年的感情。她趁着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偷了房产证，把我们的房子给卖了。婉宁，你怎么能这么狠心？那房子是咱们一家人的命根子，你就这么把它卖了，让我们无家可归，你怎么下得去手？周明宇，演够了吗？大家快听听，他居然一点都不愧疚，这地基里埋的都是个彻头彻尾的血汗钱。婉宁，只要你肯把钱还回来，把房子买回来，我跟妈可以不计前嫌，咱们还是夫妻。不计前嫌？周明宇，你那50万的养老钱没要到，你闭嘴！现在改玩法律当武器了。
行了，都安静。行了，都安静。你是沈婉宁吗？是我。我是本区经侦大队的陈队长，沈婉宁。关于你涉及的案情，我们需要核实。对，快核实！他卖了350万，那是我们的钱。妈，别这样，婉宁，只要你配合调查，承认错误，咱们还是有转圜余地的。周明宇，我倒是好奇，你举报我的理由是什么？理由？你利用婚姻的名义骗取我家的房产。你家的房产，你有购房合同吗？我儿子也是户主，那不就是我家的？你这房真是不明不白弄来的钱盖的。各位校园想没事为道的事情会闹成这样，我也卷走了我们全家的积蓄，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才过来的。演得真好，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你别废话，警官，你看他这态度，他害得我们住60块钱的烂旅馆，这都是他害的，这就是证据。他找人打我们，还要霸占财产。我没有。沈婉宁，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我们接到举报，我理解，我会配合，但也希望法律能还我一个清白。沈婉宁，这回看谁能救你。是这样，目前我们确实接到周先生这边的举报，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们调查一下。沈婉宁，不管事实如何，目前我们既然有正式举报，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骗婚骗财？你笑什么？沈婉宁，事实胜于雄辩，你卷走房款是事实，骗我感情也是事实。周明宇，连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烂招数都想得出来，我是该夸你聪明，还是该心疼你脑子不够用？你看他到现在还敢嚣张，他这是心虚了，想靠吓唬人脱罪。配合，我当然配合。既然周先生想把事情闹大，那我也正有此意。警官，请等我3分钟。婉宁，他们真的要抓你？妈，放心，跳梁小丑而已。他们今天来是自投罗网。怎么拿钱出来求饶了？沈婉宁，晚了。现在知道怕了，把卖房的350万一分不少的拿出来，再给我们家明宇认错。这是我所有的证明材料，里面装着房产证复印件、购房合同、银行流水、装修发票，还有这3年来我为那个家支付的所有费用记录。这上面显示，买房只有沈婉宁一个人的名字。周明宇，听清楚了吗？大家伙儿听好了，和周明宇结婚的这3年，我一个人支付了家里所有的开支，从水电煤气到油盐酱醋，甚至连他妈吃的速效救心丸，全是我沈婉宁掏的钱。周明宇一家3口住在我房子里3年，没出过1分钱。哎呦，这不是闹天吗？这男人怎么好意思说人家骗财，这脸比城墙啊！那是假的，我儿子那是他做的假账，别信他。工资上交，这是周明宇3年的银行卡明细，每一笔钱他都花在了游戏充值和给他妹妹买名牌包上，什么时候往家里交过1分钱？周先生，关于出资证明，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那是周明宇，你不仅白住我的房，还背着我把房产证拿去抵押借高利贷。这件事，我也正想警官好好查查。你怎么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周先生，举报材料与事实严重不符。对了，警官，既然他们举报我骗婚骗财，那我刚好趁这次机会申诉离婚。我的律师已经在路上了，这次换我起诉你们。沈婉宁，你别以为拿一堆废纸就能吓唬到谁了。好啊，举报立案需要证据，那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这笔账算个清楚。麻烦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你们一家人在我的房子里蹭吃蹭住了3年，应该赔偿我多少钱？赔偿？你个丧良心！是我周家的媳妇儿，你的就是我儿子的，我儿子买的房不住这天经地义。周夫人口口声声说房子是你儿子买的，那请问首付款是哪笔账聊出的？贷款又是谁在还？那是你管钱，你偷偷把明宇的钱转走了。我管钱。这3年，周明宇哪怕往家里拿过1分钱，我今天就把这房子双手奉上。沈婉宁，当着大家的面，你别太嚣张！你卖了房卷钱跑路是事实。这是过去3年的水电气物业枪单，全部从我的账户扣除。这是你们母子3人的日常伙食、衣物购置，都是刷我的卡。周明宇，你吃我的，住我的，现在还要反咬一口说我骗财？那是夫妻共同财产，那是我的婚前财产，我完全有权要求他们返还不当合力。哦，对了，差点忘了最重要的，我不光要算，我还要顺便告他们一个污蔑罪。污蔑？谁污蔑你了？大家伙都看着呢，是你把我们赶出来的。当众诽谤，这罪名够不够你们在里头待一阵子？平时看着周明宇人模狗样的，没想到心肠这么黑，连媳妇的婚前房子都想抢。呸，哪是娶媳妇儿，这是请了个摇钱树，还要把树连根扒了据为己有。就是现代陈世美啊，不仅吃软饭，还想把锅给砸了，真不是。周明宇，证据确凿，关于沈小姐刚才说的这些账目往来，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你别听他的一面之词，他肯定造假了。周明宇，这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借口。我们家明宇老师啊，沈婉宁，你这个坏了心肠的，你这么害你丈夫，你会有报应的。闭嘴，这儿不是你撒泼的菜市场。
看清楚了，根据沈婉宁提供的证明，这套房子且出资方、还贷方仅沈婉宁一人，房产证上购也只有她一个人的名字。她不仅没有骗婚骗财，反而在婚姻中承担了你们全家3年的生活开支。周明宇，你所谓的被骗，究竟是谁在骗谁？你们所谓的举报纯属子虚乌有，这是典型的恶意诬告。沈小姐，抱歉打扰了。周明宇，鉴于你这种恶意诬告损害人名誉的行为，你不仅拿不到1分钱房产，还得在离婚官司里支付巨额赔偿。哎呦，我的老天爷呀，没天理了，欺负老实人了！别演了，戏过了，看清楚了，那是我回乡后新装的360度高清监控。你们刚才怎么闯进我家，怎么叫嚣污蔑，怎么动手推搡的，全都录下来了。完了，全完了，房子保不住，连工作和名声也要毁了。假的，这些都是假的，你们别被他骗了。这女人心眼多得像筛子，她为了霸占我们家名誉的财产，什么卑鄙手段使不出来，你们一定要明察秋毫啊！这位女士，请你冷静。我不管，反正我没见过这些东西，这就是她编出来的。周明宇，你妈不懂法，你也不懂吗？我有必要为了你们这点破事儿把自己送进去？婉宁，我只是……你只是想空手套白狼，你只是想空手套白狼，想借着警察的手来敲诈我。可惜你算错了人心，也算错了法律。现在，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去哪儿？我不去。我那是去自己儿媳妇家，怎么能算入室骚扰？那房子写他的名，难道就不是我儿子的？我再说一遍，购房合同和房产证显示，那房子与周明宇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婉宁，你非要把事情做绝吗？我妈年纪大了，她受不了这个。只要你撤诉，我什么都答应你。周明宇，当初你伪造证据报警说我骗婚骗财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会不会受不了？这份离婚协议签了，法庭见。当然，不签，我们还是法庭见。经审理查明，被告周明宇在婚姻存取期间隐瞒个人收入，且被告一家长期占用原告沈婉宁婚前房子及财产，现判决如下：准予原告沈明宇、被告周明宇离婚。这3个月像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今天终于画上了句号。针对原告提出的财产补偿申请，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周明宇需返还婚内转移财产及归还原告但负的各项下。那房子是我们明宇住的，那是他该得的。被告家属请保持肃静，那是我们家明宇辛苦赚钱养家，他沈婉欣就出了个破房子，凭什么还要我们给钱？针对原告提出的财产补偿申请，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周明宇需返还婚内转移财产及归还原告但负的各项下。那房子是我们明宇住的，那是他该得的。被告家属请保持肃静，那是我们家明宇辛苦赚钱养家，他沈婉欣就出了个破房子，凭什么还要我们给钱？张女士，需不需要我提醒你，这3年周明宇的工资卡一直攥在你自己手里，家里的房贷、水电、物业，甚至连你每天买菜的钱都是从我的卡里扣的。法官大人，我提交的银行流水账单，每一笔都有迹可循，总计24万8千元。你那是自愿的，儿媳妇贴补婆家，那是天经地义。被告周明宇，你对原告提交的流水证据有异议吗？没有。你个没出息的，你快说话呀！那是20多万啊，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还他？妈，你别说了行不行？现判令，被告周明宇、张翠花需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沈婉宁租金及生活费24万8千元。另因被告周明存在重大过错，判令其将宣告精神损失费5万元。周明宇，别想着逃，只要过期不还，我会立刻向法院申请将你们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到时候你们名下的银行卡、养老金，甚至是那点微薄的公积金，都会被冻结。以后你坐不了高铁，贷不了款，你的下半辈子就在这个臭名声里慢慢烂掉吧。婉宁，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比起你们报警污蔑我的时候，我已经很仁慈了。关于被告周明宇、张翠花涉嫌污蔑罪一案，本院现作出如下处罚：被告周明宇、张翠花此前恶意虚构事实，造成主观恶意明显，现处以被告2人拘留10日，并各处罚金5000元。拘留还要关我？法官，你没判错吧？我是在管教我儿媳妇。明宇，你说话呀！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你快救救妈呀！你快救救妈呀！妈这一辈子没进过那种地方。救？我拿什么救？我连自己都救不了。沈婉宁，你赢了，你把我们毁了，你满意了吗？毁掉你们的不是我，是你们骨子里的贪婪。周明宇，当初你听信你妈的话，觉得我好欺负，觉得用那张单子就能逼我净身出户的时候，你就该想到，我以为你会为了那点名声妥协。你以前明明那么在乎邻居的眼光。那是以前，名声是我自己挣的，不是你用来勒索我的筹码。张女士，警察局的饭管饱，你就在里面好好反省吧。婉宁，如果当年我没听我妈的，如果我没算计那套房子，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以后？周明宇，别侮辱"如果"这2个字，你不是听你妈的，
你只是本性里的自私，让你选择了最丑陋的那条路。3年的枷锁终于碎了，这一刻的空气原来是甜的。沈婉宁，欢迎回来。妈，这锅红豆沙的火候绝了，我还在楼梯口呢，就被这股味儿给勾下来了。快尝尝，加了你特意从城里带回来的15年老陈皮。妈，你这手艺要是只让我一个人吃，那真的是暴殄天物。妈，咱们临街那间门面装修好了，你说要不咱们开个糖水店吧？开店？这哪成啊？做给自家人吃那是情分，卖给人家，万一人家嫌我手粗，嫌我东西脏。妈，你看着我的眼睛，你还记不记得周明宇当初怎么羞辱你的？妈记性不好，早忘了。可我没忘，我要让所有人看看。可我没忘，我要让所有人看看，我妈做出来的东西是这世上最干净的。我要让周家人知道，他们当初嫌弃的是他们这辈子都高攀不上的手艺。妈，你是我沈婉宁最厉害的妈妈，咱们不仅要开店，还要把店开得风风光光的。宁宁，妈怕给你丢人。妈，你就是我的底气，怎么会丢人？妈，这是拐角位，采光最好，咱们把这堵墙砸了，换成全落地玻璃，路过的人一眼就能看到你熬糖水时的热气。咱们在巷子里摆个摊儿不行吗？妈，巷子里的叫生存，这儿的叫事业。我要让全镇的人都抬头看你，而不是钻进巷子找你。老苏，你这闺女是真有本事，这色调，这灯光，跟电视里演的一模一样。以后这儿一开张，怕是半个镇的年轻人都要往这儿钻。李工，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我这心里啊，跟揣了只野兔子似的，砰砰直跳。妈，你看这台子是按你的身高量身定做的，以后你就在这儿，想煮什么煮什么，我就负责收钱打杂，咱们娘俩谁也不瞧谁的脸色。这么好的地方，妈，你值得最好的。从今天起，你不是谁的保姆，也不是谁的免费劳动力，你是这间店的主人，是咱们家的苏大老板，是咱们家的苏大老板。宁宁，那名字你真给定成苏妈糖水了，这多羞人啊！妈，这有什么羞人的？但现在你就是苏素娥你自己，我要让大家一想喝甜的，就想到我最厉害的妈妈。沈小姐挂正了，等妈成了大老板，我也能厚着脸皮当个店2代，天天在家吃我妈熬的软饭了。宁宁，妈这脑子笨得跟浆糊似的，这洋玩意儿万一点错了，收错人家钱可咋整？妈，你以前为了供我读书，打3份工，连毛票都能算得清清楚楚，这点小事儿难不倒你。嘿，还真行，这比拿针线活可快多了。妈，你看，就太阳落山了，那些受气的、流泪的日子都跟着太阳一起埋进土里了。好，明天一早苏妈糖水正式开张，我4点就起来熬姜汁，一定要让第一批客人喝到最热乎、最暖胃的。宁宁，妈这辈子在厨房里围着灶台转了30年，这还是头一回觉得这锅碗瓢盆也能做出尊严来。妈，你一直都有尊严，只是以前那些烂人的恶意像灰尘一样蒙住了你的光，现在也像灰尘一样蒙住了你的光。现在咱们把那些灰擦得干干净净。宁宁，忙了一天了，睡前喝碗热的，暖暖胃。真甜啊！真的甜。妈这次特意少放了白糖，加了点你带回来的野生蜂蜜。不只是糖水甜，是日子变甜了。妈，你现在的样子真好看。妈，今天你是主角，谁敢戳你，我就断了谁的石头。来，手别抖，拽稳了。宁宁，这都开门2小时了，连个问价的都没有，是不是咱这装修太吓人，大家不敢进？妈，高端糖水卖的是这份沁气，只要你那锅豆沙煮好了，香味儿就是最好的交合。我怕大家还记着周家那点破事儿，嫌咱们晦气。哟，瞧瞧，这婉宁离了婚，反倒抖起来了，这钱哪来的？谁知道呢？离了男人能有什么本事？我看这店开不过3天就得关门，卖一碗甜水能赚几个子儿就得关门，卖一碗甜水能赚几个子儿，装模作样给谁看呢？两位婶子，算命的都没你们会看。要是真闲得慌，进屋喝碗陈皮红豆沙压压心火。你这没大没小的，说谁呢？谁接话我说谁，不买就让让，别挡着财神爷的路。怎么还有送你们一程？妈，咱们不偷不抢，靠手艺吃饭。他们嫉妒，是因为他们这辈子只能蹲在阴沟里嚼舌根。宁宁，妈再去熬一锅新的，刚才那锅火候稍微老了一丁点，我怕客人尝出来。这就对了，不能给宁宁丢脸。宁宁，要不咱们挂个牌子降价？不降，咱们用的陈皮是新会的，红豆是手挑的，降价就是降了您的身价。好香啊！请问这儿卖的是什么？
天哪，我在街角就闻到这股味儿了。老板，这陈皮味儿怎么这么正，一点都不带苦涩气的啊？有，这是15年的新会老皮。姑娘，你坐，我给你盛一碗尝尝。妈，不急，先给客人介绍。这红豆要先浸泡6小时，手工磨出豆泥，再用细纱布滤掉皮，只留最细腻的纱。这个口感绝了，完全没有那种廉价的粉感。老板娘，我能拍你盛汤的样子吗？说真的，你穿着旗袍搅动砂锅的样子真的太有气质了。是这家吧？快看，就是短视频上那个旗袍苏妈。天哪，真人比视频里更有韵味，快给我来3碗，我要打包带走。好嘞，各位别急，都有。妈，慢点，别累着。不累，妈这心里从来没这么畅快过。这一碗喝的是时间，急不得。火大了砂会糊，火小了味儿不透，慢火出细火，这日子也是一样的。他本就该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宁宁，现在的时代，拍半天真能有人来？妈，但只要有风，香气就能飘出10里地，咱们的风马上就要刮起来了。宁宁，妈今天好像做了一场梦。以前我觉得我也就值那几块钱的体力活，没想到，妈，这只是开始。婉宁啊，哎呦，这生意真火！你看咱们这老邻居的，能不能通融一下？我这买10份带回去给孩子喝，你给我打个5折呗。张婶，5折的话，您是想让我妈亏本贴补您，还是想让我为了省钱换成发霉的次品卖给您？你这孩子不就是几碗甜水吗？至于这么斤斤计较？以前你妈没饭吃的时候，谁没帮过衬过？我不认得是想占便宜的人，以前谁帮过我们，我心里有数。想喝原价排队，想闹门在那边。你走着瞧！你看看你那个嫂子现在抖起来了，那衣服那首饰。都是你哥以前给他的吧？他们在这装什么体面阔太太？这店里的每一块砖都沾着我周家的血。大婶儿，你帮我做件事儿，这一叠就是你的。你说，只要能让那俩丧门主倒霉，我干什么都行。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再给你剩下的。周小姐放心，我最擅长的就是实话实说。他那店生意好，肯定是加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我这肚子明天就该疼了。沈婉宁，你毁了哥，毁了我妈，就让你这辈子最在乎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下毁掉。宁宁，今天张婶那事儿。妈是不是还是太软弱了？宁宁，今天张婶那事儿，妈是不是还是太软弱了？我看她走的时候眼神不太对。妈，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煮好糖水。至于那些阴沟里的老鼠，敢露头，我就敢踩死。大家快别喝了，这汤里有大虫子啊！大妹子，你说啥呢？我这豆子是今早刚手挑的，咋可能有呢？还在那装蒜，你自己看！大家快看啊！我闺女刚喝了1口就吐得不省人事了，现在还在医院呢。这钱赚的也太黑心了，这种店就该封了，老板就该抓去坐牢。大婶儿，这虫子生前挺精致啊，还是洗过澡才进的锅吧？大婶儿，这虫子生前挺精致啊，还是洗过澡才进的锅吧？你少跟我扯犊子，证据就在这儿，你还想抵赖？我妈这陈皮红豆汤是用文火熬足了6个小时的，6个小时连最硬的陈皮都烂了。你这只虫子居然连层皮都没脱，还绿得这么鲜艳，这么灵动，它是怎么做到的？难不成它是刚刚才被人放进去的？你少在这混淆是非！你是老板，你当然这么说。我闺女要是出了事，我要你全部兜着走。大婶，钱好赚，但命贵。什么人又给了你多少钱，值得你把下半辈子都交代在看守所里？不会是周丽吧？你说谁？我不认识什么周丽。不认识没关系，但你指甲缝里还没洗干净的绿枝和你袖口露出来的透明塑料袋，警察会认识的。各位，既然想看戏，那我就请大家看一场精彩的。周丽，既然来了，不喝碗糖水再走。想玩脏的，我沈婉欣在城里陪你们周家演了3年戏，还没演够吗？沈婉欣在城里陪你们周家演了3年戏，还没演够吗？亏我刚才还差点信了，原来是自导自演的戏精啊！这女的好眼熟，刚才就是她在人群里带节奏，真是心肠歹毒。沈婉宁，你有监控了不起啊！就算虫子是我让人放的又怎么样？你把我哥送进监狱，毁了我们周家，我让你做不成生意那是天经地义。大家看清楚了，这个女人为了霸占家产，不惜卖掉婆家的房子，把我的肉全家都连到大街上流浪。她现在开店的每一分钱都是吸我们周家的血，她才是最毒的。你敢打我？这
一巴掌是打你不知悔改，还敢在我妈面前提血海钱这3个字。你哥在监狱里是因为恶意诬告。大婶儿，刚才周丽给你的那些现金还在兜里吧？那可是雇佣投毒的铁证，在糖水里放这种不明来源的活虫，一旦引起顾客过敏或致病，那可不是拘留那么简单。我错了，沈老板，他说这女的篡夺的名声，就再给我2万，我是一时糊涂啊！接到报警，有人在这里恶意投毒并寻衅滋事。同志，他打我，你们看我的脸，我要告他故意伤害。我们接到的举报是针对你的，沈小姐，证据准备好了吗？全程监控，加上刚才王大妈的亲口承认，陈队长，这应该够让他们在里面反省一阵子了。宁宁，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妈，快了，等把那些长在骨子里的烂疮一个个挑干净，日子就彻底甜了。宁宁，刚才警局那边说周丽要被行政拘留15天，你说她那个妈要是知道了……妈，从他们把您赶出门的那刻起，周家人的死活就跟咱们没关系了。你终于肯出来了，还没闹够。沈婉宁，你害得明义坐牢，害得丽丽被抓，现在你在这儿风风光光开店，我让你开，我烧了这块招牌，让！张翠花，张翠花，你真以为我会不做防备？你报警关死我，准备把老骨头也不想活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算死也要化成厉鬼缠着你，让你这店天天触霉疼。沈小姐，又是他。陈队长，证据都在监控里。另外，他还欠我那些诉讼赔偿款1分都没还。既然他想坐牢，那这些债就在牢里慢慢用余生还吧。房没了，儿子没了，全没了。宁宁，这招牌脏了。妈，招牌脏了能擦干净。明天一早咱们换块新的，换块更亮的。宁宁，这脏活妈自己来，这点油烟机油污不了妈的手。妈，脏的是某些人的心，咱们的台阶刷一刷，只会比以前更亮。苏妈，婉宁姐，我在网上看到直播视频了，那老太婆居然赶来，她没伤着你们吧？小月，谢谢你大老远赶回来。小月，谢谢你大老远赶回来，跳梁小丑罢了，已经送进去了。婉宁姐，我这次回来不光是看你们，我想把苏妈糖水作为一个女性独立专题来做。你们的抗争能救更多像苏妈这样的人。你们看，自从上次我那条视频火了，后台是离了婚没去处的，被婆家欺负的姐妹，她们都在问苏妈是怎么站起来的。我哪有什么大道理？这就是最大的道理，苏妈，我想采访你，不是作为受害者，而是作为创业者。婉宁啊，你看，前2天是我老糊涂，听了那周丽的挑唆，这黄瓜新鲜，你给苏姐拿着。张婶儿，黄瓜您拿回去，我不收您的咧礼，不是用几根黄瓜就能买通的。想喝糖水排队付钱，想谈交情，咱们在周丽放虫子的时候，交情就断了。婉宁姐，你真的打算把这儿变成一个孵化基地，教那些受苦的女人熬糖水？一个人强只能叫自救，一群人强那才叫翻身。我要让他们知道，就算没了男人，没了所谓的家，只要有一门手艺，在哪儿都能熬出甜味。小月，你这片子太利了。主编，我在老街跟拍了3个月，如果真相要为了所谓的人情世故遮羞，那我当记者的初衷算什么？小月，赵大强那边托人传话了，要你把那段视频删了，影响不好。影响不好，告诉他们我才不删。宁宁，真的要变了吗？这一砸留下的那点念想，是不是也没了？妈，变的是招牌，不变的是这锅里的火候。我们要开店，不是为了显摆，是为了让那些曾经想踩碎我们尊严的人看清楚，只要骨头是硬的，就能站着把钱挣了。妈，以后您不用再躲在烟熏火燎的小囊里，我要让苏妈2个字成为海城乃至全国最干净的招牌。好，妈听你的。妈这一辈子没出息，但只要能护着你，妈这把老骨头怎么折腾都行。专题报道《糖水里的骨气》正式上线。真正的尊严不在于你有多少家产，而在于你身处烂泥时，依然敢于对不公说不。婉宁姐爆了，全网热搜第1，省台刚下名，我被破格正式聘用了。主编说以后我可以带自己的调查团队。恭喜，这只是第1步。姐，谢谢你，是你让我知道，原来笔和镜头真的可以当成刀来用。不，小米，那是光。各位观众，我是记者林小月。
哎呦，我是苏妈的老邻居了，能不能通融下，不用排队？今天海城老字号苏妈糖水旗舰店正式开业，从老街一举到全城瞩目，这不仅是一碗糖水的胜利，更是海城女性坚韧精神的缩影。宁宁，这衣裳得好几万吧？妈穿这个怎么干活？要不我还是换回那件旧围裙吧。妈这张老脸配不上这么好的东西。妈，您看镜子里的人。以前您觉得只有躲在围裙后面才是安全的，但从今天起，您是这家店的主人，是沈氏餐饮的灵魂。妈不给沈家丢脸。以前总觉得这老街的太阳下得快，现在瞧着，这余晖倒比晌午还要亮堂。妈，因为我们已经赢了。宁宁，妈到底是老了，不中用了。以前在这锅面前守一天都不累，现在连根头发都管不住了。要是被客人看见，咱沈家这刚擦亮的招牌又得让妈给弄脏了。妈，这不叫脏，这根头发是在告诉我，我妈陪我熬过了海城最冷的3个冬天，它掉下来是想提醒我该换我来守着这锅汤，守着您了。现在这锅汤里掉进了沈庄使人的头发，那是加了秘方的，既然不能卖给客人喝，那这锅极品就当我们犒劳自己，奢侈一回。妈，以后咱们只喝甜的。